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于佐见启志医生所著的《血糖值快速下降7秒深蹲》这本书。长时间步行不是必须，每天也无需坚持，每周只需2次。对于糖尿病患者、血糖偏高而感到不安的人，以及想预防糖尿病等各种疾病的所有人，不少人对自己的血糖值感到担心。即使是现在没有血糖问题的人，如果想要长期保持健康的身体，那么今天就开始尝试这项运动，让自己朝着健康长寿的目标迈进吧。或许有人会问，深蹲真的有效吗？要改善血糖水平，是不是每天多走路更好？很多医生也推荐步行作为一种控制血糖的方法。然而，这本书推荐的7秒深蹲有着许多惊人的效果，甚至可以说比步行更有效。每周2次的7秒深蹲，控制血糖无需药物或严苛饮食，只要将7秒深蹲作为习惯，每周进行2次。作者指出，你可能不需要药物或严格的饮食控制也能管理血糖。此外，锻炼肌肉还能预防肥胖，延缓衰老引发的肌肉流失，甚至预防运动系统障碍。作者自1994年开始教授深蹲运动，并不断积累糖尿病患者的数据，对动作进行改进，以实现更加安全、适合老年人的姿势和运动方式。最终，他研发出现在的7秒深蹲。据统计，约85%尝试7秒深蹲的人成功改善了高血糖问题。轻松锻炼，无需高强度负荷训练。7秒深蹲并非为了锻炼成肌肉男，而是为了管理血糖和维持肌肉量，因此不需要进行如举哑铃等高负荷训练，适合所有人，不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想要预防疾病、保持健康长寿的人。这本书成为了畅销书，其内容极具参考价值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通过锻炼肌肉改善高血糖；第二，为什么力量训练比步行更有效；第三，7秒深蹲如何助力健康长寿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通过锻炼肌肉改善高血糖。我们都知道，进食后血糖值会升高。一般情况下，对于健康的人来说，当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上升时，胰腺会分泌胰岛素。胰岛素的作用是帮助体内的各个细胞将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吸收。胰岛素就像一把钥匙，打开细胞的入口，使葡萄糖进入肝脏、肌肉、大脑和脂肪等细胞中储存或消耗。正因为如此，每次进餐后，我们的血糖值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。只要胰岛素正常工作，高血糖的情况就不会持续。然而，当胰岛素的功能出现问题时，就可能引发糖尿病。糖尿病主要有2种情况：第一种，胰岛素分泌不足或完全不分泌，这被称为异型糖尿病。胰岛素分泌正常，但细胞对其反应迟钝，即所谓的胰岛素抵抗性。这是一种胰岛素效果减弱的状态，常见于2型糖尿病。第二种，2型糖尿病的葡萄糖吸收差异。让人意外的是，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，葡萄糖吸收能力的下降并非平均分布在全身各部位的细胞上。研究发现，葡萄糖吸收能力最差的部位是肌肉，而肌肉正是构成人体主要部分的组织。糖尿病患者的肌肉细胞对葡萄糖的吸收率仅为健康人的1半，甚至更低。由于葡萄糖无法被肌肉细胞有效吸收，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会持续偏高。这似乎让人觉得必须依赖药物才能控制血糖。但近年研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：运动后的肌肉细胞可以在不依赖胰岛素的情况下吸收葡萄糖。运动后的葡萄糖吸收原理，在运动结束后的1小时内，肌肉细胞的入口会保持开放，即便胰岛素不足或失效，肌肉细胞也能够继续吸收葡萄糖。不过，这需要满足一个条件：肌肉中的糖原必须被消耗殆尽。只有当肌肉的燃料库空了，新的葡萄糖才能顺利进入。糖原主要储存在肝脏和肌肉中，肝脏中的糖原用于调节血糖水平，而肌肉中的糖原则用于运动时提供能量。
因此，唯一能耗尽肌肉糖原的方法，就是通过运动来不断激活肌肉。为什么推荐无氧运动7秒深蹲？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，而深蹲是一种典型的无氧运动。有氧运动如跑步和有氧操，主要锻炼耐力强的慢肌纤维；而无氧运动如深蹲和举重，则主要锻炼快肌纤维。这种肌纤维擅长爆发力，因此快速消耗肌肉糖原的关键在于进行高强度的无氧运动。相比持续时间较长的有氧运动，无氧运动虽然强度更大，时间较短，但它对肌肉糖原的消耗比例更高，尤其是快肌纤维中的糖原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可以迅速清空肌肉中的糖原，为下一步吸收更多葡萄糖创造条件。7秒深蹲的效果，正因为如此，作者推荐7秒深蹲作为理想的运动方式。它不仅适合糖尿病患者，也适合想要预防疾病、保持健康的人。即便不需要每天进行，每周2次的7秒深蹲也能显著改善血糖控制，并减少对药物的依赖。此外，锻炼肌肉还有助于预防肥胖、肌肉衰减和运动系统的障碍。希望通过了解7秒深蹲的原理，大家能找到锻炼的动力，积极尝试这项简单而有效的运动。高效消耗肌肉燃料的方法，要高效地清空肌肉的燃料仓库，无氧运动最为适合。这是因为无氧运动主要激活快肌纤维，而这些纤维能大量储存肌糖原。如果要更有效地消耗肌糖原，最好集中锻炼大块肌肉，因为大肌肉中的快肌纤维比例较高，储存的肌糖原也更多。此外，锻炼大块肌肉时，小肌肉也会同步参与，从而进一步加速肌糖原的消耗。人体最大的5块肌肉：1. 股四头肌，大腿前侧的肌肉；2. 臀大肌，位于臀部；3. 腘绳肌，大腿后侧肌肉；4. 三角肌，肩部肌肉；5. 胸大肌，胸部肌肉。从以上排名可以看到，前3大肌肉都集中在下半身。人体下半身的肌肉占全身总肌肉的约70%，这也是为什么在众多肌力训练中，深蹲备受推崇。深蹲可以同时锻炼最大的肌肉股四头肌、臀大肌等，从而一次性激活多块下半身肌肉。书中推荐的7秒深蹲，其主要目的是用尽储存的肌糖原。同样的，建议尝试7秒俯卧撑，这样可以锻炼大肌肉，如胸大肌和肩部肌肉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为什么比起散步更推荐力量训练？接下来我想讨论为什么比起散步，力量训练更适合控制血糖。如果运动能有效改善高血糖，那是不是可以依靠饮食疗法和运动疗法来代替药物呢？从理论上讲，这种组合方案应能有效控制糖尿病，并减少医药费开支。然而现实情况却是，很多内科医生只重视饮食疗法和药物治疗，而忽视了运动疗法。即使有医生提到运动，建议也通常是简单的每天坚持散步。数据表明，大约70%至80%的医生会为患者制定饮食疗法，但只有40%的医生会推荐运动疗法，甚至只有9%的糖尿病专科医生会开运动处方。散步与力量训练，尽管运动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有明显的作用，但散步却存在一些问题。例如，为了改善胰岛素抵抗，患者每天需要1.5万到2万步的步行量，相当于每天2至3小时的散步。你能坚持每天如此高强度的运动吗？现实是，大多数成年人的日均步数甚至达不到推荐的1万步。此外，散步还可能给膝盖和腰部带来负担，尤其是长时间行走后，疲劳会增加跌倒的风险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跌倒骨折可能导致长期卧床，严重影响生活质量。然而，在医疗实践中，力量训练常被误解为危险运动，只有当有氧运动效果不理想时，才会被视为补充疗法。这种误解主要源于2型糖尿病患者多为老年人或肥胖人群，且体力有限。但事实上，力量训练
对于控制血糖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具有更显著的效果。在锻炼时，血压上升可能会导致并发症，这是大家认为运动中的一大风险。然而，作者指出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。只要运动过程中保持正确的姿势，重复简单动作的力量训练其实是非常安全的，比其他运动更不容易出现意外。因此，力量训练并非危险的锻炼方式。事实上，力量训练的安全性甚至高于跑步。而关于运动中血压上升的担忧，作者也认为存在误解。如果力量训练的目的是降低血糖，并不需要像健美运动员那样进行高强度训练，简单的双腿深蹲或俯卧撑等训练就足以维持适当的肌肉量。虽然举哑铃或杠铃等需要瞬间爆发力量的训练可能会让血压上升，但这与日常生活中搬重物的情形类似，在短暂屏息时血压确实会升高。然而，像7秒深蹲这样不需要憋气的训练，负荷较轻，对控制血糖也非常有效。糖尿病与力量训练的关系。力量训练作为降低血糖的运动疗法，适用于日常靠步行进行锻炼的人群。2型糖尿病的本质并非胰岛素功能不足，而是由于肌肉细胞出现问题，导致糖代谢能力下降。因此，糖尿病的主要成因在于肌肉代谢能力降低。这也是为什么运动疗法必须以增强肌肉为核心。如果想改善糖尿病，维持健康的肌肉量至关重要。定期进行力量训练可以提高肌肉储存葡萄糖的能力，并帮助身体保持代谢活跃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7秒深蹲如何助力健康长寿。7秒深蹲不仅适用于糖尿病患者和高危人群，更是所有人都可以采用的健康方法。通过这项训练，可以打造一个持久健康、充满活力的身体，并获得多方面的好处，不仅限于糖尿病的改善。以下是7秒深蹲带来的6大效果： 1. 预防虚弱、肌少症和运动机能症候群； 2. 打造健康长寿的体魄； 3. 帮助减肥，改善肥胖问题； 4. 防止骨质老化，减少骨折和跌倒风险； 5. 预防认知功能下降； 6. 预防动脉硬化，降低中风和心肌梗塞的风险。7秒深蹲的效果非常显著。希望这些益处能激励大家将其纳入日常锻炼中。接下来，我将依次解读每一项效果。1. 预防虚弱、肌少症与运动机能症候群。虚弱并非疾病，而是随着年龄增长，身心功能逐渐退化的状态，容易导致需要护理的生活。肌少症指的是因年龄增长导致肌肉大幅衰退。运动机能症候群则是由于肌力、关节和平衡能力下降而导致的运动功能减弱。虽然肌少症和运动机能症候群主要表现为身体机能的退化，但它们也可能引发整体虚弱。一旦肌力和运动机能下降，活动量会随之减少，导致与社会的接触变少，心情也会变差。此外，身体活动减少后，食欲下降，容易陷入营养不良状态，从而变得更容易患病。因此，为了预防这些问题，我们需要通过7秒深蹲来维持肌肉量，保持健康活力。2. 打造健康长寿的体魄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肌肉量减少的同时，内脏脂肪却在增加。研究表明，肌肉减少和肥胖会显著增加健康风险。因此，要想健康长寿，就需要通过力量训练保持肌肉量，并通过饮食管理减少多余脂肪。对于缺乏运动习惯的人或高龄人群，力量训练和减肥同时进行可能难以坚持。对此，作者建议优先选择其中一项进行。当需要在力量训练和减肥之间做选择时，研究显示，拥有较多肌肉且伴随一定脂肪量的人，其死亡率低于肌肉量少且脂肪量也少的人。结论是，与其减脂，不如优先锻炼肌肉。如果只能选择一个目标，优先进行力量训练将更有助于延年益寿。接下来，3. 帮助减肥，改善肥胖问题。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关于葡萄糖摄取的内容吗？肌肉是消耗糖类的主要部位，如果肌肉减少，
能量消耗也会随之减少。如果饮食的量和内容没有变化，那么没有被消耗的糖类会转化为脂肪，储存在脂肪细胞中，从而导致肥胖。通过养成7秒深蹲的习惯，可以维持肌肉量，再加上稍微调整饮食，就能自然减重。许多人认为减肥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，而不是无氧运动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虽然有氧运动确实能燃烧体内的脂肪，但它也会让身体变得更节能。也就是说，有氧运动让身体适应在消耗较少能量的情况下长时间活动，逐渐形成省油的身体，这反而不利于减肥。如果将人比作汽车，省油的车在消耗同样的油量时，需要跑更长的距离，而耗油车即使再怠速时也会消耗油。同样道理，有氧运动让人远离这种耗能高的身体状态。对于老年人或肥胖人群来说，长时间进行有氧运动也不现实。因此，想要减肥的关键在于力量训练。4. 防止骨质老化，避免骨折和跌倒。7秒深蹲不仅能帮助保持肌肉，还能预防卧床不起的情况。对老年人来说，骨折和跌倒往往是导致长期卧床的主要原因。根据数据，导致需要护理的主要原因依次为中风、认知障碍、年龄相关的身体衰弱，接着是跌倒引起的骨折。肌肉和运动能力的衰退会增加骨折和跌倒的风险，从而导致需要护理。即便待在家中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老年人在家中跌倒的情况非常普遍，比如在小台阶处绊倒或失去平衡，很容易造成骨折。造成骨折的原因之一是骨质老化。随着年龄增长，骨骼和肌肉一样会逐渐退化，因此要防止骨骼老化，维持肌肉并给予骨骼适当刺激非常重要。平时多走路、快步走、爬楼梯等，哪怕只是少量运动，也能有效预防骨质老化。7秒深蹲每周进行2次，就能锻炼肌肉，保持身体活动力，并预防骨折、跌倒和卧床不起的情况。请务必尝试这一运动。5. 防止认知功能下降。认知症的原因之一是运动功能退化，导致活动范围缩小，使得大脑受到的刺激减少。因此，保持身体的活动力对于预防认知症至关重要。根据筑波大学的研究，即使只是进行1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，如步行，也能提升大脑的认知功能。尽管认知症预防的运动指导以有氧运动为主，但进行有氧运动需要足够的肌肉作为基础。通过7秒深蹲保持肌肉非常重要。如果肌肉已经退化到无法行走的程度，就需要通过7秒深蹲来恢复行走能力。最后，我将简要介绍7秒深蹲的第6个作用：预防动脉硬化，降低中风和心肌梗塞的风险。7秒深蹲不仅能保持肌肉，避免跌倒和认知症，还能通过改善血液循环，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，从而预防中风和心肌梗塞。这项运动简便易行，效果显著，建议大家坚持练习。那么，持续高血糖的危害不仅仅是增加糖尿病和肥胖的风险而已。血液中过多的葡萄糖会损伤血管，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。在最糟糕的情况下，这甚至可能导致心肌梗塞或中风。然而，7秒深蹲能够改善高血糖，因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动脉硬化。此外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，肌力训练能够促进肌肉激素的分泌。肌肉因子是肌肉分泌的一类激素的总称，虽然其机制尚未完全揭示，但已知它在健康方面具有多种益处，如抑制动脉硬化、促进脂肪分解、提高免疫力等。由此可见，7秒深蹲是增加肌肉因子分泌的理想训练。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7秒深蹲的6大效果，每周只需2次，在家里轻松完成，就能获得如此多的健康益处。从今天就开始尝试吧。请记住，自行改善高血糖并非不可能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即使已经被诊断为糖尿病，也不要轻易放弃。即便您目前身体健康，如果还没有养成定期锻炼的习惯，
也建议你为保持长期健康和充沛体力，从现在起规划每周2次进行7秒深蹲，为自己设定固定的日子开始练习，让简单的习惯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一步吧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，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